大家好，这里是 IT Commander。上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了如何使用 Atom Echo 作为你的 Home Assistant 的语音助手。今天我们要给这个 Atom Echo 提高智商了，让它可以对接到流行的 AI 大模型，这样它就能听懂更多的语义，回答更复杂的问题。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期视频关于 Atom Echo 的基础设置视频，可以先去补一下课，然后再回来看这期视频。要想让 Home Assistant 的对话代理接入各种 AI 能力，主要有两大思路：一，本地完全脱离互联网运行开源对话模型，我们选用的是 Ollama 加上 Llama 3.3 的实现方法；二，通过互联网接入各大 AI 厂商提供的 API， 例如 Google 的 Gemini。 我们来看一下两种方法的优缺点。第一种方法完全离线，数据不出家门，对注重隐私安全的朋友非常友好，缺点就是对硬件性能有一定的要求，要有一台能够足够流畅运行 Llama 3的计算机。第二种方案依靠云端服务，不需要自己提供算力，但是有费用和隐私方面的风险。我个人手里有一些 AI 厂商的免费账号，像 OpenAI、Cloud、Gemini 我都试了试，最后发现 OpenAI 和 Cloud 的 API 都需要付费才好用，而 Google Gemini 目前有免费配额可用，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演示如何使用本地方案 Ollama 和云端方案的 Gemini 这两种方法来接入 Home Assistant。第一部分我们先来介绍本地方案，安装 Ollama 加 Llama 3.3。 为什么选择 Ollama？ 是因为它可以运行开源的 Llama 3.3 的模型，并可以提供一个简单易用的命令行界面，数据完全在本地处理，不用担心聊天内容被云端服务器保存或进行训练。所需的硬件是一台性能尚可的电脑，可以运行 Ollama， 运行本地对话大模型。 Ollama 支持4种安装环境， Windows、macOS、Linux 还有 Docker。 我们前往 Ollama 的官方网站，根据网站的提示进行安装。安装完成之后，用 Ollama Pool Llama 3.3 这样的方式来下载模型，等待下载模型完毕，就可以在本地进行推理计算了。这里画下重点，我们要给 Ollama 设置环境变量，让 Ollama 对外提供服务，否则 Ollama 只能在本机工作，你无法从 Home Assistant 里远程调用。然后配置 Home Assistant 的对话代理，打开 Home Assistant 的设置集成，我们找到 Ollama 的集成，选添加，然后填写运行 Ollama 的设备的 IP 地址，点击完成即可完成配置。最后将 Atom 与新的对话代理进行关联，进入设置语音助手，选择默认语音助手，找到对话代理的下拉选项，选择刚才设置的 Ollama。 这样一来，当你对着 Atom Echo 说话的时候，它就会触发 Ollama 的 Llama 3.3 模型进行本地推理，然后把结果返回给 Atom Echo。 这种方法呢，如果你觉得回答速度过慢，那就可能是你的硬件的性能不够强，或者是下载的模型太大，需要权衡一下性能和模型，决定你需要下载的模型的大小。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你就完成了本地 AI 对话功能的搭建。第二部分的云端方案，我们选用 Google 的 Gemini 的 API。 如果你没有强劲的本地计算机，或者觉得下载维护大模型太麻烦，那么可以考虑使用云端的 AI 服务。本期示例我们选择 Google Gemini， 因为目前来看它有免费配额。具体的实现步骤呢，首先我们进入这个网址，创建一个 Gemini 的 API 的 key， 我们把这个 key 保存下来。同样进入 Home Assistant 的设置集成，里面找到 Google Generative AI， 点击添加。添加的过程中会提示让你输入 API key， 把你刚才从 aistudio.google.com 的 API key 复制进去，点击确认即可完成。下面是关联 Atom Echo， 与前面 Ollama 类似，把 Atom Echo 的语音请求指向新的对话代理，后台会帮你完成语音识别，并发送到 Gemini。获得回复之后，
会把它转成语音，通过我们的音箱播放出来。只需要把语音助手的对话代理设置成 Google Generative AI 即可以使用 Gemini 作为你的语音助手对话代理了。这种方法的优点就是不用担心本地算力不足，随时可用。缺点就是免费额度可能有限，用完以后呢，可能需要付费，而且对隐私比较敏感的朋友呢，需要谨慎选择。好，今天我们就示范了2种常见的 AI 对话集成方法，本地 Ollama 加 Google Gemini。在实际使用中，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设备配置、对隐私敏感程度以及预算来决定你将要使用哪一种方案。如果追求零隐私泄露，并且家里有足够性能的服务器，可以首选本地方案。如果你想尽可能的简单，只需要轻度的使用，或者手上没有能跑大模型的机器，就可以选择云端服务。最后，如果你对 Home Assistant 的语音助手对话代理还不熟悉，记得先去看上一期关于 Atom Echo 的配置教程，然后再来玩转 AI 集成。谢谢大家观看，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帮助，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